我生在大荒之年，老天没给我一副强壮的身躯，却给了我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。这双眼能看透土石水脉，能看到地下深处凡人看不见的东西。村里人靠我在干涸的土地上挖出了救命的泉水。从那以后，他们便唤我神明之子，说我注定要带清溪村走出贫瘠。神明之子的名头传得太远，终于惊动了传说中的仙山。那一夜，云梦山的苍梧仙尊亲自下山，他白发白须，浮尘道袍，像极了凡人供在神龛里的神仙。在村民们艳羡的目光中，他摸了摸我的头，将我带回了云梦仙洞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门下弟子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仙缘砸得有些眩晕，然而这眩晕感尚未平息，师尊便递来了一枚金灿灿的丹药。徒儿，把这梅仙丹吃了，它能增补灵气，助你早日筑基。筑基之后，便可修仙成神了。成神？周围的师兄们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我得到了天大的造化。可当我低头看向那枚金光流转的仙丹时，我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我那能看透万物的眼睛告诉我，这颗金灿灿的丹丸里裹着的根本不是灵气，而是一枚活着的虫卵。它蜷缩在药液中，8只未睁开的复眼紧紧闭合，随着液体的流动微微起伏，仿佛在呼吸。徒儿谢过师尊。我无法拒绝，也不敢拒绝。我恭恭敬敬地跪下，双手接过丹药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它送入口中，压在舌下，喉结滚动，装作吞了下去。直到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关上房门，我才敢扶着墙壁，将那颗几乎要在我嘴里蠕动的丹药吐了出来。果然，外壳在唾液的浸润下已经裂开，里面的幼虫蜷成一团，像是在等待一个温床。这就是云梦山的仙缘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一刀捅穿了它，又将那张干瘪的皮囊扔进火炉，看着它烧得一点不剩。云梦山的仙人力大无穷，我不敢露出半点破绽，只能继续装作自己已经吃了仙药。可是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比任何人都煎熬。怎么回事？当年我们3、4天就洗完经脉了。是啊，小师弟，你这都几个月了，怎么脉象还毫无起色？师兄们为我着急，我比他们更急，因为我必须搞清楚那虫卵孵化后究竟会对人做什么。直到那天，大师兄给我演示筑基后的脉象。凡人体内经脉繁杂，气息混乱，灵力无法游走。洗净经脉后，把脉只会摸到2条线，一条是命脉，一条是灵脉。灵脉便是有别于凡人的证明。我握着他的手腕，假装在感受脉象，我的眼睛却穿透他的皮肤血肉，看到了他丹田深处那令人作呕的真相。那里盘踞着一只张牙舞爪的成虫，他的触手深深扎入大师兄的奇经八脉，汲取着他的养分，同时反哺给他所谓的神通。我看到了，我终于明白了，那根本不是什么仙丹，而是一个寄生怪物。这些师兄们，他们知不知道自己身体里住着什么？若知道，还默许那是与怪物共生；若不知道，那便是这些虫子在操控他们。我只有一个念头，先活下来，然后逃出去。原本我只想悄悄下山，隐姓埋名，离云梦山越远越好。可来到云梦山的第3个月，我听见了一句话，一句让我如坠冰窟的话：清溪村杀干净了吗？我瞳孔震惊，呆愣在原地。那天我刚领了弟子令牌，本想去找二师兄打听山下地形，为逃跑做准备，谁知刚走进他的院落，就听到了这句话：清溪村杀干净了吗？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杀干净了，一个没留，包括沈爷那村长的妻子和他肚子里那个还没出来的孩子，100多号人，累死我了。最后干脆用冰刺都捅透了。当然，我出手什么时候留过后患？我躲在灌木后，用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嘴，连呼吸都不敢发出半点声响，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。不过这事可别让小师弟知道，我可不想让宝贝师弟恨我。先瞒着，等他筑基后再告诉他，到那时候他就理解我们了。修仙者不需要七情六欲，更不需要红尘软肋。是啊，可惜师弟筑基太慢，不然就是他亲手杀尽全村，亲自证道了。脚步声终于远去，我攥着那块新发的白玉令牌，指骨发白，令牌上刻着2个字“云梦”。那2个字此刻讽刺的我眼睛生疼。这算什么仙山？为民请命又是什么笑话？村长伯伯送我离村那天，还拉着我的手，笑着说：“咱们村以后要出大人物了，等他孩子出生，还得请咱们的仙长给取名字呢。”那时他抚摸着儿媳6个月的肚子，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可3个月后他死了，他的儿媳死了，连那未出世的孩子都没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，凭什么替我杀人啊？还有那句等我筑基后就会理解，难道筑基就是要把我也变成和他们一样以人命为草芥的怪物？我永远也不可能同意。
因为迟迟无法筑基，我的异常终于惊动了师尊苍梧仙尊。大殿之上，他高坐云台，白发白须，依旧是一副得道高人的模样。弟子不知何处有失，但齐师尊明鉴。他在高座上盯了我很久，下一瞬，拂尘一甩，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我凭空吊了起来。我感觉自己的一切都暴露在他的神识之下，真的没有丝毫灵脉迹象，奇也怪哉。他放下我时，我立刻跪了回去，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。许是弟子出身南蛮大荒，资质太浅，才迟迟无法筑基。不必妄自菲薄，你懂水流，看地脉，能在荒漠中找出泉眼，本就天资聪慧。这样吧，为师再替你求一枚筑基丹，助你突破。再求一枚，我没有任何资格拒绝，只能装出受宠若惊的样子。弟子多谢师尊，弟子自知辜负师尊栽培，若师尊再次替弟子求丹，可否让弟子一道前去，也好亲自向太上长老们谢恩。殿内安静了片刻，师尊似乎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个要求，倒是少有人敢提这种要求，你这小子还算有心。也好，为师先去禀告太上长老，念你心诚，他们应当会同意。我要去，我必须亲眼看看云梦山的最深处到底养着什么东西。长老的府邸在云梦山最北边，也是最深处，那里古木遮天，百草丰茂。一根巨大的铜柱高耸入云，上面雕琢着祥云仙鹤，像极了凡人口中的天上宫阙。我跟着师尊穿过了层层禁制，来到了那座巍峨的殿宇前。修行从筑基时，其上为金丹、元婴、合体、渡劫、大成，最后归于化身。而云梦山的太上长老已是渡劫大能。神夜，待会儿不可失了礼数。是。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啊。苍梧，想你当年初入云梦山时，也不过他这般年纪，一晃300多年，人间已是沧海桑田了。人间不安，多亏仙山与修士四处为民请命，弟子也想顶天立地，无愧于心。你听听，和你当年的话也没什么两样。就在我抬头谢恩的那一眼，我看见了，透过那扇雕刻着仙鹤与葫芦的紫檀木窗，我看见了殿内的景象，不敢和他对视，只能死死盯着木窗上的花纹，用余光一点点去描绘那个东西。那高达数丈的躯体，腹腔鼓胀，如同怀胎10月。他脸上的皮肉层层堆叠，整个人像一只发胀的馒头，而他的丹田位置探出了一根黏腻的布满吸盘的触手。话音未落，那根触手顶端裂开，变成一张布满獠牙的巨口，然后噗地吐出一颗金光灿灿的珠丸。那颗珠丸穿过窗棂，稳稳落进了师父的掌心。我浑身冰凉，我本以为这些虫子只是云梦山高层用来控制弟子的手段，可现在我才知道，我错得离谱。整个云梦山，从长老到弟子，所有人都活在虫子的阴影里。那位大长老哪里还是人？他分明就是一座孕育虫卵的温床。神夜，服下吧，这次定能筑基。我指尖都在发冷。凡人眼里帝王将相都求不到的灵丹妙药，此刻就在我手里。可我只想把它摔在地上，踩烂，烧成灰烬。待着作甚？太上长老还要休息。不能慌，绝对不能在这里露馅。师尊，弟子已经筑基失败过一次，若这次还不成，实在愧对长老与师尊的恩情。弟子记得这几日也有外门师兄服丹洗脉，正想在师兄带领下前去观摩学习。这枚丹药还请师尊替弟子暂时保管几日，弟子现在还配不上他。很久没见过这样诚惶诚恐的弟子了。苍梧，你收了个好徒弟。逃过一劫，但这只是开始。云梦山到处都是铜铃，廊下、亭角、草场、石柱，风一吹就带着清脆的回响。那声音在凡人听来是仙乐，在我听来却像是催命的符咒。我跟着寒渊师兄站在演武场的高台上，像个局外人一样看着那些外门弟子排队领丹。咱们云梦山和别的灵山可不一样，最是温和，这丹药也就是助补功效，不会让人爆体而亡。小师弟，你太谨慎了，总不好白费了大师兄的一番心意。师兄教训的是，他们一个个接过丹药，满脸欢喜，像是接住了命中注定的仙缘。在我眼里，那不是仙缘，是数以百计的虫卵样本。寒渊陪我看了一整天，我也因此看清了他们是怎么在人体里生根发芽的。第一个时辰，外壳融化；第二个时辰，细长的触手探出来，穿过胃囊，一路往下直探丹田。他们在体液中汲取养分，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机。到了第6个时辰，服丹的人会开始胃痛，因为那东西已经穿破了胃部，裹着部分血肉组织，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落到丹田，开始扎根。
第7个时辰，他会彻底吸附在丹田上，触手钻进经脉，啃食血肉，窃取养分。再过2、3天，凡人身上的秽物被排出，所谓洗涤经脉也就完成了。也就是说，服下丹药后，至少1个时辰内，我还有机会把它催吐出来。一旦超过1个时辰，虫卵进入丹田，就再也无法挽回。我暴露就是死。可如果我筑基成功，那又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也会变成他们的同类，变成一只披着人皮的怪物。我看着他那张真诚的笑脸，半点看不出这双手上刚刚沾满了我清溪村100多口人的鲜血。我最终还是去了师尊那里，当着师尊和几位长老的面，我双手接过那枚从大长老触手中吐出的仙丹。弟子定不负师恩。我仰起头，将那颗包裹着活虫的金色丹药一口吞了下去。丹药入喉的瞬间，我感觉到它在蠕动，我的眼睛告诉我，它的外壳正在被我的体温融化，那些细小的触手正在缓缓展开。我还有最多1个时辰，1个时辰内，我必须做出选择：是把它吐出来，然后面对整个云梦山的追杀，还是另寻他路，在这座满是怪物的仙山里活下来，然后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我看着师尊满意的笑容，看着师兄们欣慰的眼神，也慢慢扯动嘴角，露出了一个和他们一模一样的温和的得体的微笑。1个时辰过去了，我盘膝坐在自己房间的床榻上，双目紧闭，额头青筋暴起。那颗虫卵被我强行封锁在胃袋一角，像一颗被层层棉絮裹住的火炭，它一直在挣扎。我能感觉到它的触手在不断刺探，寻找我内力屏障的薄弱之处。每一次刺探都伴随着一阵尖锐的疼痛，从胃部蔓延到四肢百骸。它在愤怒，在尖叫，在质问我为什么不乖乖就范。闭嘴！我在心里对他说。虫卵安静了一瞬，像是在诧异我竟然能感知到他的情绪，然后他挣扎得更厉害了。我用更多的内力压上去，我不会让他寄生我，但我也不能让任何人发现我没有被寄生。这意味着我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，让它存在于我体内，却不让它彻底控制我。这比我想象中更难。我的眼睛能看透一切，却看不透这只虫子在想什么。它的8只复眼已经全部睁开了，暗红色的瞳孔隔着内力屏障盯着我的丹田，像8颗燃烧的炭火。你想要那里？我说了，我不会让你去的。它发出一阵无声的嘶鸣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对外宣称正在闭关洗脉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。寒渊师兄每天都会来送饭，隔着门嘱咐我好生修炼。他的语气关切极了，像极了一个真正关心师弟的好师兄。我一边应付着他，一边和体内的虫子斗智斗勇。到第3天夜里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，用内力在胃袋和丹田之间筑起一道假墙，将虫卵的触手引导到一条偏脉中。他以为自己成功寄生那条偏脉被我刻意拓宽，足够他的触手在其中伸展，但他永远无法触及我真正的丹田和经脉。他在我的偏脉中安了家，像一条被关在笼子里的蛇，而那条偏脉的尽头被我封死了。第4天清晨，我推开房门，阳光刺眼，寒渊师兄正靠在门外的柱子上打盹，听见动静，猛地睁开眼。小师弟，你成功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伸出右手，按照这些天观察到的法门，我调动体内那条偏脉中被虫子反哺出来的灵力。寒渊愣住了，他盯着那簇火苗看了很久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，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就说嘛，你一定能行的。暗绿色的火焰倒是有意思，看来你体内的灵根有些特殊。多谢师兄关心。他看不到的是，那簇火焰的颜色之所以是暗绿，是因为它根本不是纯粹的灵力，而是被虫子的体液污染后的产物。我体内的那只虫子正在愤怒地嘶鸣，因为它发现自己被骗了。它想要冲破那层屏障，想要钻进我真正的丹田，但它做不到。从那天起，我正式成为云梦山一名筑基成功的内门弟子。苍梧仙尊很满意，他专门召见了我，用神识探查了我的脉象。当他的神识触及那条被我精心伪装的偏脉时，我紧张的后背冒汗。不错，灵脉已成，虽然比寻常弟子多费了些时日，但根基还算扎实。多谢师尊栽培。既然已经筑基，便可以开始修习术法了。这是云梦心法的筑基篇，你好生修习。3月后，为师会考核你的进度。我双手接过帛书，心中冷笑。所谓的云梦心法，不过是教弟子如何更好地与体内的虫子磨合罢了。那些运功路线，每一条都在引导虫子的触手向经脉更深处蔓延。但我还是认真地看了，因为只有知道他们怎么做，我才知道怎么伪装得更好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过上了双面人生。白天，我是一个勤奋好学的新晋内门弟子，跟着师兄们一起修炼，学习控火术、御风诀，偶尔还会被师尊点名演示。我的暗绿色火焰成了一大特色，师兄们都说这是罕见的变异灵根，前途无量。夜晚，我独自一人待在房中，用我的眼睛观察体内的虫子，我记录下它的生长速度、触手的分支规律、反哺灵力的周期。我在它身上做了无数次实验，用内力压制，用药物试探，甚至用小刀切开皮肤，直接触碰它的触手，它每一次都会剧烈反抗，释放出大量令人作呕的毒素。我的偏脉在它的侵蚀下已经变得千疮百孔，每隔几天就要用内力修复一次，但我撑住了。1个月后，我发现了第一个有用的信息：这只虫子怕火，不是普通的火，而是我那种被它污染后变异的暗绿色火焰。当我把火焰引向偏脉中的触手时，它会发出尖锐的嘶鸣，拼命收缩。2个月后，我发现了第二个信息：虫子的触手之间存在某种联系。当我用火焰灼烧其中一条触手时，其他触手也会同步颤抖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我杀死一只虫子，其他虫子可能会感知到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云梦山从来没有弟子能摆脱寄生，因为一旦你体内的虫子死亡，其他虫子就会知道，然后他们的宿主就会来清理门户。第3个月，我迎来了师尊的考核。演武场上，我当着所有长老的面，将暗绿色火焰凝聚成一条火蛇，火蛇环绕周身飞舞，火蛇掠过之处，空气都被烧得扭曲。苍梧仙尊满意的点头，说我的进步超出了他的预期。很好，再过年余，你便可以尝试结丹了。多谢师尊，但我的心里在想另一件事。3个月来，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云梦山的布局。大长老的府邸在最北边，四周布满了禁制和铜铃，寻常弟子根本无法靠近。但每月的初1和15，会有一批弟子被选中，前往府邸聆听大长老讲道。那些弟子回来后，修为都会突飞猛进，但他们也会变得更加沉默寡言，眼神里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我知道那是什么，他们体内的虫子在那座府邸里得到了喂养，变得更加强大，而他们自己的意识则被进一步侵蚀。我要去那里，不是去被喂养，而是去找到大长老的弱点。又过了2个月，我的修为在飞速提升，苍梧仙尊对我的器重与日俱增。终于，在一个月圆之夜，他把我叫到了大殿。沈夜，大长老要见你。我的心猛地一跳。上次你在大长老面前表现恭谨，大长老对你印象颇深。此番大长老亲自点名，要你前去听道，这可是天大的造化。寻常弟子入门5年都未必有这等机缘，你才半年不到，便能聆听大长老亲自讲道。弟子惶恐。明日便是15，你好好准备，沐浴更衣，不要失礼。是。回到房间后，我坐在床沿上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被褥。大长老要见我，那个从丹田里伸出触手，浑身鼓胀如馒头的怪物，点名要见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是他发现了我体内的虫子状态不对，还是单纯因为我懂规矩而想栽培我？不管是哪种可能，明天我都要再次站到那个怪物面前。这次我不会再只敢用余光偷看，我要用我那双能看透万物的眼睛，把它从头到脚，从内到外看个清清楚楚。